我跳楼了，但没死成，变成了一具僵尸。为了不让我妈担心，我每天都努力装成一个正常人。早晨，邻居张大爷看见我从3楼跳下来，他默默帮我把掉落的胳膊安了回去。小乔啊，下次注意点，别吓到你妈。中午，快递小哥看我面色青紫，兄弟，这是我们观里文创的祈福符，你贴脑门上，能让你妈看不出异常。晚上，小区保安王叔叔看我蹦着回家，他赶紧关了监控。孩子，咱以后走着回，别让你妈起疑心。我叫乔安，死于一个阳光过分明媚的下午，在睁眼时发现自己躺在冰冷的停尸间，身上盖着白布。我妈怎么办？只有我了。这个念头支撑着我，用一种极其别扭的姿势坐了起来，身体像生了锈的机器，每动一下关节都发出咯咯的脆响。我终于回到了家里，开门的人是我妈妈沈月华。她看到我时愣了愣，眼中瞬间泛起了泪光，她一把将我紧紧抱住，满是失而复得的安心。安安，你跑哪儿去了？妈妈一直都在担心你。我闻着她身上熟悉的熏香，喉咙里却涌起一股陌生的原始的渴望。我饿。饿了就好，我给你做饭去。从那天起，我重新活了过来，只是这具身体处处透着诡异。我没有心跳，没有呼吸，皮肤泛着一种不健康的青白色。我走不了路，只能双腿并拢，一蹦一跳。最要命的是，我对人类的食物毫无兴趣，却对电视里动物世界里的脑袋垂涎三尺。为了不让我妈发现，我开始了艰苦的伪装。每天趁她还没起床，我蹦了下去，在小区后面的小树林活动僵硬的关节。今天就不太顺利，落地时没掌握好平衡，胳膊咔嚓一声掉了。我正单脚蹦着，试图把胳膊捡回来，是晨练的张大爷。小乔啊，下次注意点，别吓到你妈，她心脏不好。你好，快递。中午，快递小哥李迅来送货，看到我的脸色，吓得差点把包裹扔了。兄弟，你这情况有点严重啊！这是我们观里的文创服，晚上睡觉贴脑头上，能让你妈看不出异常。放心，免费的，就当交个朋友。晚上回家，为了节省体力，我选择了最有效率的蹦跳模式。刚蹦到小区门口，保安王叔叔就猛地探出头，冲我直摆手。孩子，跟你说多少次了，走着回，走着回。你这样蹦，你妈迟早要起疑心的。叔刚才已经把这段监控删了，下不为例啊。我看着他们一个个为我操碎了心的样子，心里涌起一股暖流。虽然我并没有心跳。我刚回到家，沈月华正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汤从厨房里出来，那股奇异的香气瞬间攫住了我全部的感官。安安回来啦，妈给你炖的猪脑汤，以形补形，好好补补你这小脑袋瓜。我看着那碗乳白色的汤，陷入了深深的沉默。原来全世界都知道我身体，除了我妈，她坚信我只是生了一场怪病，一场导致我行动不便、面色不佳，还偶尔掉个零件的怪病。为了治好我，她想尽了办法。她认为我走路一瘸一拐是因为缺钙，于是买了一箱又一箱的液体钙，每天早中晚逼我喝。那甜腻的味道让我僵硬的舌头都快打结了。还有，她觉得我面色青白是气血不足，于是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方子，天天给我熬红枣枸杞当归水。每次我端着那碗黑乎乎的药水，都感觉自己像个即将被灌下符水的反派。最让我崩溃的是吃饭，我根本无法消化人类的食物。每次妈妈满怀期待地看着我，我只能硬着头皮将那些饭菜艰难地吞下去。趁她不注意，我跑到厕所里，我的胃现在就像个储物袋。安安，你怎么又瘦了？是不是饭菜不合胃口？明天妈给你做点别的。我没法说话，声带好像也僵死了。妈妈认为我是大病之后伤了嗓子，这种善意的误解让我背负着沉重的壳。这天小区要举办邻里百家宴，每家出几个菜拼成长桌。妈妈报了名，非要拉着我参加，说要让我多出去走走，接接地气。我100个不愿意，人多眼杂，简直是我的社死现场。但我没法拒绝他期盼的眼神。张大爷、李迅和王师叔知道后，提前开了个紧急碰头会。小乔不能去，人太多，万一哪个嘴碎的说漏了嘴怎么办？百家宴那么多吃的，乔哥一口不吃，阿姨肯定会多想。不能不去。沈月华的性子，你越拦着他，越觉得儿子有事瞒着他，得去。但我们得做好万全的准备。一个名为保护乔安伪装的作战计划，在3个热心邻居之间迅速成型。百家宴当天，我们端着一盘可乐鸡翅到了花园，桌上摆满了琳琅满目的菜肴。
妈妈热情地跟街坊们打着招呼。老张，麻烦你照顾一下我们家安安，她身子不方便。放心，交给我。张大爷用他庞大的身躯挡住了大部分人的视线。哎呀，是小乔啊，病好啦！来，尝尝阿姨做的红烧肉，肥而不腻。哎呦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老毛病犯了！哎呦喂！所有人的注意力瞬间被吸引了过去，妈妈赶紧过去扶他，关切的问长问短。趁着这个混乱，张大爷把我碗里的红烧肉夹走，冲我使了个眼色。我松了口气，第一关险险通过。百家宴的气氛越来越热烈，有张大爷打掩护，我成功躲过了好几轮投喂。他把所有递到我面前的食物都以我替孩子尝尝给吃了。我看着他鼓起来的肚子，内心充满愧疚。但麻烦总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降临。我那个远房姑妈乔曼居然也来了。她是我爸那边的亲戚，跟我家关系向来不咸不淡。她为人刻薄，哎呀，大家都在啊，最喜欢在人前显摆，在人后说三道四。她一看到我就夸张地叫了起来。哎呦，这不是小乔吗？我听说你不是跳了吗？怎么还好端端的？妈最忌讳别人提这件事。嫂子，安安只是之前生了场病，现在好多了。生病？什么病能让一个人脸色白得跟纸一样？月华啊，不是我说你，你可别是遇上什么东西了。我认识一个大师可厉害了，要不我让他来给你瞧瞧。乔女士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小乔就是大病初愈，身体虚，我们这些老邻居都看着呢。就是。乔曼虽然没再说话，但那怀疑的眼神像钉子一样扎在我身上，一股烦躁的情绪在我死寂的身体里冲撞。我闻到了他身上血液的气味，比任何食物都要诱人。我必须离开这里。我僵硬地站起来，想找个借口去厕所。就在这时，意外发生了。小孩举着一串糖葫芦跑过来，直直地撞在我腿上。我身体平衡感极差，这么一撞，整个人直挺挺地向后倒去。我完了。乔哥，你的快递。走路小心点啊。王叔叔说这边情况不对，让我过来支援。我抱着这个虚构的快递，感觉像接到了组织的秘密武器。哎，小伙子，你天天在外面跑，见多识广，你来看看小乔，这像是生病的样子吗？阿姨您别说，我前阵子刚去送过一个件，那家人也是这种情况，听说是得了个什么间歇性休克综合征。对，就是这个名儿。发作的时候就跟小乔哥这样似的，脸色白，手脚冰，过一阵子就好了。国外流行的新病，罕见的很。他编的有鼻子有眼，连我都差点信了。还有这种病？可不是嘛！那家人还说这病最忌讳大蒜，一闻就犯病。乔曼的脸都绿了。李迅的理论暂时唬住了他。百家宴不欢而散，妈妈的心情很不好，路上一言不发。我知道乔曼的话像一根刺扎进了他的心里。晚上我坐在房间里对着窗外的月亮发呆。僵尸不用睡觉，漫漫长夜对我来说是一种煎熬。我听见妈妈在客厅打电话，声音压得很低。她在联系乔曼提到的那个大师。不行，绝对不能让什么大师来家里。我的伪装漏洞百出，在专业人士面前肯定一秒穿帮。第二天一早，我趁妈妈出门买菜，立刻蹦到了张大爷家。我把情况呵呵地跟他说明白了。他听完后，脸色瞬间沉了下来。这事儿不好办，你妈现在是病急乱投医，乔曼那个女人最会煽风点火。张大爷，乔哥，不好了！我刚看见乔曼领着一个穿道袍的往我们小区来了。别慌，王叔叔呢？王叔叔在门口拦着呢，说没业主领着不让进，但估计也拦不了多久。来不及了。嘘，小李，你这样。得嘞，我马上去。小乔，你现在立刻回家，躲进房间反锁门，不管谁叫都别出来，记住，千万别让你妈看到你。我明白他的意思，只要我不出现，那个大师就没法做法。我用最快的速度蹦回家。没过多久，我听到了开门声，是妈妈回来了。月华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我把黄大师给你请来了。大师，你快看看，我这侄子是不是中了什么邪？无妨，待贫道开天眼一看便知。我屏住那口不存在的呼吸，心提到了嗓子眼儿。大
大师，怎么样？妖气冲天啊！你家里盘踞着一个百年僵尸！完了，被看穿了。大师，你救救我儿子！莫慌，待我摆下阵法，逼他现形。客厅里传来一阵叮叮当当的声响，似乎是在布置什么东西。月华，我说的没错吧？幸好我把大师请来了。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我该怎么办？冲出去还是继续躲着？开门！开门！社区送温暖，免费发鸡蛋啦！是李迅的声音，他用一个大喇叭在喊，整栋楼都听得见。什么人竟敢打扰贫道做法？别管他，大师，您继续。1人1箱土鸡蛋，过期不候，再不开门我就走了啊！要不我先去看看。月华，你别上当，肯定是那小子的同伙。谁家漏水了？5楼的，是不是你家漏水了？楼下都成水帘洞了，赶紧开门检查。我家没漏水啊！5楼的，你赶紧给我下来！我听到他们在楼道里吵成一团。我知道，我的邻居们又一次为我解了围。这场闹剧最终以黄大师被当成扰民的骗子，由王叔叔请出小区而告终。乔曼气得脸色发白，最后也灰溜溜的走了。家里终于恢复了平静。乔曼像一颗定时炸弹，这次没引爆，下次呢？我还能次次都这么好运吗？妈妈的情绪很低落，她没再提大师的事，但那份忧虑却深深地刻在了她的眉间。她开始更加小心翼翼地照顾我。她给我买来厚厚的棉袜，说我脚凉是血液不循环。她给我房间的窗户装上了厚重的遮光窗帘，说我怕光是身体虚弱。她甚至开始研究各种补脑的食谱，猪脑、鱼头、核桃，变着花样的做给我吃。我看着她日渐憔悴的脸和鬓角新增的白发，一种无力感将我淹没。我的存在正在慢慢拖垮她，也许我该离开。这个念头一旦出现，就疯狂挣扎，找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，静静的待到身体腐烂成一堆白骨。这样妈妈虽然会伤心，但至少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。我开始计划我的出走，我不能带任何东西，卡和手机都会暴露我的踪迹。我只需要在深夜从窗户这里，然后一直蹦，去一个遥远的地方。我选了一个雨颠，雨声可以掩盖我蹦跳的动静。我像往常一样喝下妈妈端来的核桃露，看着她疲惫地回房睡下。我站在客厅里，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我生活了20多年的家。墙上挂着的全家福，照片上我笑得灿烂，爸爸搂着妈妈一脸幸福。爸爸早逝，这个家里只剩下我和妈妈相依为命。妈，对不起，原谅我的不辞而别。安安，你要去哪儿？妈妈，她眼里布满了红血丝，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，也不知道站了多久。你也要走吗？像你爸一样，也要丢下我一个人吗？我张了张嘴，喉咙里却只能发出无意义的吼吼声。你是不是怪我没用，治不好你的病，怪我太烦了，天天管着你。安安，你跟妈说句话，就说一句，好不好？他握住了我的手，我的手冰凉，没有一点暖意。他明显愣了一下，眼神从心疼变成慌乱，再到难以置信。他颤抖着抬起手，想要摸摸我的脸，那微凉的触感让他收回手。他又去探我的脉搏，感觉不到。他不死心，又把耳朵贴在我的胸口，听不见。时间在这一刻仿佛静止了。我看着他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去，那双曾经永远充满着慈爱和温暖的眼睛，此刻被巨大的恐惧和真相所填满。他知道了，我所有的伪装在这一刻被撕得粉碎。我以为妈妈会尖叫，会晕倒，或者会像乔曼说的那样，把我当成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，但她没有，她只是怔怔地看着我，看了很久很久。她抬起那双还在颤抖的手，轻轻地重新抚上我的脸。这一次她没有再缩回去。冷不冷？想走？妈妈的眼泪砸在我的皮肤上，却带不起一丝温度。不走了好不好？别丢下妈。她伸开双臂，像我小时候那样抱住了我。我的身体僵硬的像一块石头，但她抱得很紧很紧。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，你都是妈的安安。只要你还在，妈就什么都不怕。我的身体里仿佛有什么东西被这句话狠狠地击中了。我抬起僵硬的手臂，学着她的样子，笨拙地回抱住了她。我们母子俩
就这样相拥直到天亮。秘密被戳破后，生活反而变得轻松了起来。我不用再伪装，可以在家里光明正大的蹦来蹦去。慢点儿，别把楼下的王奶奶吵醒了。我不用再逼着自己吃那些难以下咽的饭菜。今天的猪脑看起来不太新鲜，明天我们换一家买。他甚至给我买了一台小冰箱，专门放在我房间里，用来储存我的口粮。为了让我的脸色看起来红润一点，他学会了化妆，每天早上都耐心地给我打上薄薄的粉底和腮红。我们安安这么帅，不能让这病给耽误了。我看着镜子里那个脸色红润的自己，感觉荒诞又温暖。小区里的邻居们也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，是妈妈主动说的。她把张大爷、李迅和王师叔请到家里，给他们泡了茶，然后平静地告诉他们，安安的事我都知道了，这些日子谢谢你们。月华呀，我明白，你们都是为了我好，怕我老婆子受不了刺激，但现在没事了，只要这孩子还在我身边，我就什么都不怕。从那天起，保护乔安作战计划正式升级为守护乔安母子幸福生活项目。张大爷利用他的人脉，搞来了一张特殊疾病的证明，帮我应付一切检查。李迅不知道从哪里淘来一本僵尸自我修想手册，天天拉着我研究怎么控制对新鲜血液的渴望，以及如何让身体变得更柔软一点。王叔叔则承包了我们家所有的重物搬运工作，他警告小区里的小孩不准靠近5单元，因为那里住着一个需要静养的病人。我的生活进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和和谐。直到乔曼再次出现，他带着一个陌生的男人过来。月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陈教授，著名的脑科专家。乔曼一脸得意，仿佛上次的大师事件从未发生过。嫂子有事吗？安安她需要休息。我当然知道他需要休息，我就是为了他的病来的。陈教授是这方面的权威，我好不容易才把他请来的。你这人怎么不识好歹？乔先生的情况确实比较特殊，我们医院最近引进了一套全新的检查设备，专门用于检查这类神经系统相关问题。我想请乔先生去医院做一个全面的脑部检查。不用了，安安她现在情况很稳定，不适合挪动。月华，你怎么回事？有病就得治啊！你不会真信了那个快递小子胡说八道的什么间歇性休克综合症吧？我看你就是被鬼迷了心窍。我儿子没病，嫂子，你要是没别的事就请回吧，我们家不欢迎你。好心当成驴肝肺，你护着这个不人不鬼的东西，早晚有你后悔的时候。我们走。我看着妈妈气成这样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，但我低估了乔曼的执着。乔曼以监护权纠纷为由，将妈妈告上了法庭。他正在看一些关于我今后生活安排的资料，上面写着他能好好安排我的生活，旁边还有很多相关的说明材料。这是之前随手拍下的照片，还有一份关于我日常状态的专业说明。他怎么可以这样？这个女人正在试图夺走我的生活。开庭的日子很快就到了。乔曼的律师是个伶牙俐齿的中年女人，一上来就咄咄逼人。法官大人，我的当事人完全是出于对侄子乔安先生的关心。众所周知，乔安先生曾有过轻生的行为，这本身就说明他存在严重的心理问题。而监护人沈月华女士在乔安先生回家后，非但没有积极寻求专业医疗帮助，反而听信一些江湖骗子的谣言，延误治疗，甚至对前来帮助的专家恶语相向。我们有理由怀疑，沈月华女士目前的精神状态已经不适合再担任乔安先生的监护人。我儿子没病。轮到我们这边，张大爷作为证人第一个站了出来。法官大人，我跟沈月华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了，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清楚。他爱孩子，把小乔看得比自己命都重要。小乔回家后，他尽心尽力的照顾孩子，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好，我们这些邻居都看在眼里。情况好转，从状态和表现来看，并不像是已经好转。接着，李迅和王叔叔也分别说明情况。对方的提问很有压迫，大家都被问得难以回应，局势对我们非常不利。沈女士，对于乔女士提出的你拒绝为乔安先生进行专业治疗的指控，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我儿子乔安他得的不是精神病，他只是生了一场很特殊的病，这种病现代医学解释不了，但我们一直在用我们自己的方法让他好起来。你自己的方法是指炖猪脑汤吗？肃静！乔安先生，
作为当事人，你自己是什么想法？你愿意接受你姑妈乔曼女士的监护吗？李迅给我喝了一种求来的灵药，能让声道短时恢复。我不愿意，我只想和我妈在一起。法官大人，乔安先生的回答可能并非出自本人意愿。鉴于他特殊的精神状况，我们请求法庭为他指定专业的精神鉴定。这正是他们的目的。只要我被检定为精神病人，我说的话就失去了分量。法官皱起了眉，似乎也有些犹豫。法官大人，我是市中心医院院长周国正，我或许可以为乔安先生的怪病提供一些解释。周院长的出现让形势瞬间逆转。他不仅是市中心医院的院长，更是国内神经医科的泰斗级权威。他的话分量比10个陈教授都重。乔曼和他的律师显然也认识周国正，两个人的脸色都变了。周院长，您怎么会来？我听说了乔安先生的案子，也看过了陈医生提交的那份所谓的诊断意见。恕我直言，那份议定书非常不专业，充满了主观预测。被点名的陈教授此刻就坐在旁听席上，脸上一阵红一阵白。这是我们医院最新成立课题小组的研究资料，我们在研究一种极罕见的获得性神经僵尸症，代号僵尸症。周院长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。这种病的患者心率和呼吸为极其微弱，以至于常规仪器难以检测，同时伴有肢体僵硬、肤色异常、畏光以及特殊的饮食偏好。这些症状都与乔安先生的情况高度吻合。这种病症虽然罕见，但并非不治之病。最关键的治疗方式不是药物，而是稳定、充满安全感的家庭环境，以及家人的爱与支持。强制将患者与他最亲近的家人分开，只会加重他的病情，导致不可逆的后果。法官大人，这只是一面之词，我们怎么知道这不是他们串通好的？我的学生陈医生可以证明我说的每一句话，毕竟他当初也是因为对这个课题感兴趣才加入我们医院的，不是吗？是的，法官大人，周院长说的都是真的。乔安先生的症状确实符合僵尸症的特征。我之前出具诊断意见，是因为我对这个新病种了解不深，出现了误判。陈教授，你……本席宣布，驳回原告乔曼的全部诉讼请求，乔安先生的监护权维持原判。太好了，安安。沈月华，你别得意，别以为找了个院长来就没事了，这件事没完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安安也是你亲侄子，你为什么非要这么对他？亲侄子？我没有这种不仁不轨的侄子。沈月华，我告诉你，你今天让我丢了这么大的人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。看着他的背影，我心里那股愤怒再次翻涌。别担心，小乔，有我们在呢。是啊，我不是一个人。是啊，他们都站在我身边。我的背后是一个温暖且无所畏惧的联盟。法院风波过后，乔曼消停了一阵子，我们的生活似乎又回到了正轨。周院长给我开了一堆安分剂，主要是维生素片，并且定期让李迅送药上门，顺便观察我的情况。在李迅那本僵尸自我修养手册的指导下，我尝试做一些训练，比如练习用意念控制身体的僵硬度，做出一些更精细的动作，而不是只会直挺挺的跳。效果是显著的，我渐渐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走路了，虽然还是有点慢，有点同手同脚。我甚至可以在妈妈的指导下，学会用筷子夹起一颗花生米。每当我取得一点小小的进步，妈妈都会高兴得像个孩子。安安真棒，比你小时候学走路快多了。家里又充满了笑声，可我知道，平静只是暂时的。乔曼绝不会轻易善罢甘休。果然，麻烦很快就找上门了。沈大姐不好了，乔曼带了一帮记者来堵在小区门口，说要曝光什么僵尸男孩的真相。疯女人居然要把事情弄大！别让他们进来！拦不住啊！他们有记者证，还说要是不让进就报警，说我们限制人身自由。大家快来看啊！这家住着一个怪物，一个死了又活过来的僵尸，他根本不是人。他的话像炸弹一样在安静的夜晚炸开，一扇扇窗户被推开，邻居们探出头议论纷纷。乔曼，你疯了！你这是诽谤！我是不是诽谤？让他们上来看看就知道了。让记者们亲眼看看你那宝贝儿子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妈，关上窗户，别怕，有我。我死过一次，早就没什么好怕的了。但谁要是想伤害我妈，想摧毁我们现在的生活，我绝不答应。就是这儿！
里面的住户请开门，我们是都市新闻的记者。你们再不走，我就报警了。好啊，正好让警察来看看你家里藏了个什么东西。吵什么吵？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又是你这个老头，这没你的事，滚开！这是我们小区的楼道，属于公共区域。你们扛着摄像机堵在别人家门口，已经严重影响我们正常生活。王保安，报警。收到。别听他的，他们是一伙的。你们今天要是拍不到这个僵尸，绝对是新闻界的一大损失。哎呀，手滑了！谁呀？大半夜鬼叫什么？我儿子明天还要高考呢。就是，还让不让人过了？这位女士，我看这可能有什么误会，我们还是先撤吧。不能走，真相就在这扇门后面，你们砸开它！妈，我回来了。哦，哟，这么热闹啊！大爷，您这是开派对呢？你叫我什么？您是我大姨啊，我妈的亲姐姐。您不认识我了？我是小迅啊。你胡说什么？我根本不认识你妈！不可能啊！您看，这是您抱着我小时候的照片。我妈说您最疼我了。幸亏我提前 P 好照片。我不是，我没有，这不是我！大姨，您怎么能不认我呢？我妈前几天还念叨您，说您年轻时为了养家吃了不少苦，所以脾气才有点急。她让我一定要好好孝顺您。大姨，您是不是对我们家小乔哥有什么误会？他是我表哥啊，我们是一家人。他就是生了场怪病，您怎么能说他是僵尸呢？这话多伤人啊！真无语啊，还以为是什么大新闻，家庭伦理剧，这可不是我想要的。好了好了，都散了吧，家务事让他们自己解决，大家早点回去休息吧。你们给我等着！好孩子，今天多亏你了。沈阿姨没事，保护乔哥人人有责。小乔长大了，知道保护你妈了。我看着他们，心里因愤怒沸腾的冰冷渐渐化作暖流。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回到了那个下午，风很大，吹得我睁不开眼。下面是万丈深渊，就在我准备纵身一跃，无数只手从下面伸了上来，他们把我从深渊边缘拉了回来。我醒来时天还没亮，我突然想起很久以前妈妈跟我说过，她最大的愿望就是看着我成家立业，然后她就去周游世界。现在我这个样子恐怕是无法成家立业了，但或许我可以帮她实现另一个愿望。我打开电脑，搜索世界上最美的10大旅游胜地，或许我可以带她去看看这个世界。我和妈妈的出行计划得到了邻里们的一致支持。谢谢你，周医生。周院长帮我和妈妈办好了所有证件和手续。张大爷把他珍藏多年的私房钱拿了出来，硬塞给我们，说是给我们的旅游资金。王叔叔拍着胸脯保证，他会24小时守着我们家，绝不让乔曼再来捣乱。而李迅则成了我的专属后勤，他用遍布全球的快递网，提前在每个目的地安排好特殊补给。乔哥，你放心，全球直达，保证新鲜。出发那天，整个小区的邻居都来送我们，他们往妈妈手里塞满了各种吃的用的，叮嘱她注意身体，玩得开心。妈妈的眼睛红了又红。谢谢大家，真的太谢谢大家了。我虽然脸上做不出什么表情，但心里却早已波涛汹涌。我们去了巴黎，在卢浮宫里看蒙娜丽莎的微笑，在塞纳河畔看日落。安安，这里真美，要是你爸也在就好了。晚上我从李迅提前安排好的接头人那里拿到了一份真空包装的羊脑，味道虽然不如猪脑，但也能凑合。我们去了瑞士看连绵的雪山，去了意大利，在罗马的许愿池前投下硬币，去了希腊，在爱琴海的蓝白小镇里吹着海风。妈妈的脸上笑容越来越多，她整个人都焕发出了新的光彩。而我在旅途中也发现自己的一些变化，我的身体似乎没有以前那么僵硬了。在阳光下，我虽然还是会感到不适，但不像以前那样有种要被灼伤的感觉。我甚至能感觉到那颗早已停止跳动的心脏位置，偶尔会传来一丝微弱的，像是电流穿过的悸动。旅途的最后一站，我们去了云南。我们在一个安静的小院里住了下来，
我和妈妈在院子里乘凉，她给我念着她写的旅行日记。安安今天学会了自己系鞋带，虽然系得歪歪扭扭，但我还是很开心。她正在一点点变好，我相信总有一天她会完全康复的。我看着妈妈的睡颜和鬓角越来越多的白发，一股前所未有的强烈情感冲破了我身体的禁锢，那是混杂着爱、愧疚和感激的复杂情绪。我感觉到我的胸口传来了一声清晰的、有力的动，我的心脏在时隔1年之后重新开始了跳动。我回来了，我不再是一具行尸走肉，我活过来了。妈，谢谢你从未放弃我，谢谢你用你的爱创造了奇迹。当我像正常人一样走进小区的时候，所有邻居都露出震惊又狂喜的表情。乔哥，你好了，你真的好了！